宝宝，等爸爸回来，咱们一块儿和爸爸过生日啊！金南，老公，你回来！老婆，白薇她被渣男骗了，有了身孕，我打算先跟你离婚，再跟他领证，这样也能给孩子个名分。什么？她叫夏北薇，是楚庭月的青梅竹马，本是庭月妈妈最佳的儿媳人选，而我原本只是一个乡野丫头，与楚庭月这种城里大厂长的儿子犹如天和地的区别，却因为我父亲的牺牲而和他产生了交集。愿意跟我回家吗？那时候的他就像是一道光，将我从穷困孤苦泥潭里拉了出来，让我从此为他沉溺。就这样，我被楚庭月的父亲收养了。楚庭月是顶尖的科研人才，为了能靠近他，我拼尽全力成为了一名研究员，却是连成为他助理的资格都没有。金南，我要去西北基地工作，你要跟我一起去吗？谢谢肖老师啊。金南，听说你要去西北基地了，能不去吗？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竟然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如果我留下，你愿意娶我吗？”好，我娶你。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跟楚庭月结婚了。以你的身份，本来是不配嫁给我儿子的，以后你更要尽好一个妻子的义务。这句话就像一道枷锁，在那一刻烙在了我的灵魂深处。我放弃了学业，尽职尽责，当好楚家的儿媳妇。3个月前，我终于怀上了楚庭月的孩子。我要当爸爸了。本来以为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可就在他生日当天，竟然给了我这么大一个惊喜。白薇是文工团出身，要是被人知道她未婚先孕，她这辈子就完了。那我呢？孕期被离婚，你有没有考虑过别人会怎么想我？庭月，要不还是算了吧，我不想因为我影响你的婚姻。白薇，不行，你救过我的命，我要报答你这份恩情。原来在你眼里，牺牲我的名誉就是用来还恩情的方式。宝宝，你相信我，只要孩子出生了，我们就立刻复婚。既然在你眼里，别人的名誉远高于我，我又何必再对你纠缠不舍呢？你说什么？你说好。尊重你的决定。即便是我跟别人结婚，为什么反倒是你愤愤不平？难道生气的不该是我吗？那我应该怎么做？楠姐，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你要远就远我好了，千万不要生庭月的气。与白薇无关，这都是我的决定。什么时候打离婚报告？我配合你。报告，我已经打好了。所以，你今天回来就是通知我的。我向你保证，只要孩子出生了，能落在楚家的名下，我们就立刻复婚。最多就半年，你就安心在这待着吧。好。庭月，我们能先回去吗？我有些累了，爸妈还等你回家过生日呢。老婆，那我先回去了，你在这安心住着，你缺什么你告诉我。好。我知道，楚庭月曾经向夏白薇求婚过。
别走，我喜欢你，嫁给我好吗？我还这么年轻，才不想这么早就被婚姻束缚。我要去环游世界。原本以为这一切都已经是过去，直到他得知夏百薇回国的前一晚，他就这样在沙发上坐了一夜。那一刻，我忽然就明白，只不过是为自己当时的冲动负责而已。既然不爱，那我为何不放手？季女士，我最后再确认一遍，你真的要把这孩子打掉吗？确认。楚庭月，我还你自由。喂，哪位？季南，你快回来一趟吧！你现在立刻跟季南复婚，要不然我就没有你这儿子！老楚啊，想打死他呀！他不过是想追求爱情的自由，才是不错。楚叔叔，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你要打就打我吧。季南，你快劝劝你爸，要不然庭月要被他打死了。你还有脸求季南啊？季南，你放心，爸一定给你做主。今天这个小兔崽子必须跟你立刻复婚。爸，这件事我是自愿的。老楚，你听到了吧？季南都说了是自愿的，你就别打了。自愿？什么自愿的？肯定是他逼的。今天你要是不答应跟季南复婚，我就打死你！呀，季南，季南，你没事吧？季南，爸，我能单独跟您谈谈吗？哎，你这孩子，来起来，跟我到里屋去吧。你们两个给我跪好了，给，走。庭月12岁那年遭遇持刀抢劫，是夏白薇舍命救了他。从此在他心里，夏白薇就跟别人不一样。他跟我说起过，但是他说夏白薇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这是我打死也不相信。他就是想要报恩，才做出这样的糊涂事。说什么？这么点事情还要我回厂里吗？好了好了，我马上来。济南，你记住，我楚家只认你一个儿媳。我先走。看来楚庭月没有把夏白薇怀孕的真相告诉爸妈。为了保住夏白薇的名誉，他竟甘愿背负起这样的骂名。我又如何不能成全呢？楚教授，我们已经离婚了，而且夏白薇才是你的妻子。你这样做，对我们3个人都不好。是我考虑不周。记得把药还了。济南，等我。
楚庭月，我不会等你了。要知道，以你的身份，根本就配不上出家。这些就当是给你的补偿。楠姐，你就收下吧，要不我这心里也过不去啊。你如果过意不去，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你最好在老楚的面前不该说的话别说，就算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我知道。妈，我今天想喝鱼汤。好，走。打掉孩子，确实是正确的选择。济南，哎呀，你可得好生看着你们家楚教授。哎呀，像他这样年轻有为的小伙子，最遭小姑娘惦记了。尤其是那个夏白薇，一天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在楚教授面前啊晃悠，谁知道安的什么心？刘嫂，我已经和楚教授离婚了。离婚？该不会他们真的……哎呀，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呢？你可还怀着他们的骨肉呀！缘分不到，不必强求。喂，请问找哪位？您好，是济南同志吗？是的。我是海州机械厂研发中心的，你的面试已经通过了，什么时候方便过来办理入职？现在就方便。楚庭月，我也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了。进。您好，我是济南，我是来报道的。这份工作已经招到人了，你回去吧。什么？不是你们通知我来的吗？没人通知吗？这份工作我们已经交给夏白薇同志了。可是我明明才是面试第一。楚教授可是我厂的特聘顾问，人家妻子想要这份工作，你拿什么跟人家？济南，你怎么在这里？济南，你怎么在这里？我是面试第一来工作的，可他刚刚告诉我不用了，人已经被内定了。济南，我没关系，人之常情。哎，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南师妹，何师兄，好久不见了。你们从西北回来了？回来一段时间了，接了机械厂的一个研究项目。哎，刚刚我在隔壁实验室的面试名单上就看见你了，怎么不去肖老师的实验室？肖老师可一直在惋惜你当初放弃学业呢。我这不是怕拖你们后腿吗？怎么会？你可是肖老师最得意的学生，他总说你如果能坚持下去，将来成就一定可以超过他。哦，对了，这是入职表，再考虑考虑。我先走了。他就是何金，当初追求你那个学长。今天的事儿我不知道什么，毕竟百薇已经怀孕了，再在文工团跳舞不合适。你要是想找工作的话，我知道后勤部有一个清洁的工作挺轻松的，我可以帮你争取上去。在你眼里，我就只配扫大街。这劳动人民是光荣的，你不要带有偏见。既然这么光荣，你怎么不让夏北薇去，反而用你的身份抢了本该属于我的工作？夏百薇不能跳舞，我就能挺着大肚子在零下20-30度的严寒工作吗？对不起，我没想那么多。不是没想，只是不爱罢了。刚刚是我失言了，她才是你的妻子，你为她着想，本就是应该的。济南，品月，楠姐，你还在呀？要不我们送你回去吧，正好顺路。不用了，
就不打扰你们2人时间了。济南，庭月，你要去哪儿？这么冷的天，济南挺着肚子吹风不合适。我是不是不该出现在这儿？毕竟原本楠姐才是你的妻子。你别说这样的话，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我知道，孩子一出生我就得离开，最后的5个月是我唯一能够名正言顺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了。薇薇，其实我……庭月，我只想最后的日子里你能好好的陪陪我，毕竟你跟楠姐还有很多的时间，这就算我最后的请求，好吗？好，我们回家吧。哎呦，我跟你说啊，那个济南啊，都跟楚教授离婚了，还赖在楚教授的房子里，也不知道啊，存了什么心思。该不是啊，想母凭子贵，让人家楚家养他一辈子呢？哎呦，本来就是个乡野来的丫头，根本配不上你的儿子。就是，终究不是自己的，抢来的也保不住嘴。对，哎呦，小季啊，你去哪儿啦？你挺着肚子可别老往外跑，那多让人担心啊！哎呦，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住这儿吗？应该用不了那么大的院子，嫂子就借来用一用。哦，你要是有用，我这就拿走。没关系，我要搬走了啊。之前承蒙您照顾。哎呀，楚家人要把你赶走吗？你还怀着他们家的孩子呢！哎呀，他们怎么这么狠心呢？哎呦，都被人扫地出门了，还带着不走，又自闭又富，不要脸，就是不要脸！哎呀！济南，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不去哪儿，只是把没用东西收起来而已。百威生产之前，我可能没时间过来看你了。这些钱你拿着，要是不够的话，去找爸妈。你放心，我跟夏百威绝对不会越雷池半步的。你安心在家。等它生产完了，我就回来接你。好，那我走了。楚庭月，我不会再去找你了。欢迎加入，就是要先委屈你，先从助理开始了。这本来就是应该的。我相信以济南你的实力啊，掌握这个实验不在话下。届时跟我去西北，那里的科研项目才真正是展现你天赋的地方。加油！我会的，谢谢肖老师。肖老师，最后啊，还有一份证明文件需要你前夫签字，签完字啊，你就能和我一起去西北了。要不是我爱人即将生产，这次去的本该是我。3年前我就该去的，这一去也不知道多少年，有什么话就趁这次机会说清楚。我觉得他不是对你没有感情。都过去了，那我先走了。不是说好了百威生产之前我们不见面的吗？我还在担心怎么跟他解释我的肚子，原来他根本就没在意。
你笑什么？没什么，我找了份工作，上边在做背调，需要你签字。只是背调，你以为呢？没什么。如果他看到我要离开，又不知道会怎么想。好了，我还真是傻，他根本就没在意这些。你今天这么高兴，这么喜欢这份工作？很喜欢。喜欢就好。你最近过得好吗？挺好的。庭月，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我这不是担心你啊。我就不打扰二位了，再见。楚教授，15那天有空吗？有。那回家吃个饭吧。毕竟夫妻一场，这顿饭就当是最后的告别吧。他肚子怎么没大？难道说他把孩子打掉了？季南，庭月，我肚子有点不舒服。你怎么了？要不去医院看看？绝对不能让庭月发现季南的孩子没了，不然他一定会去找季南的。我没事儿，只是你答应我的，在我生产之前只陪我。季南他只是……庭月，我只剩最后1个月的时间了，我只想在最后的时光里，你能多陪陪我。我就这么一点小小的心愿，你都不能答应我吗？好，我们回家。资料啊，没问题了。剩下的时间你就好好逛逛，想见什么人就再见见。毕竟啊，这一去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好。楚太太胃有点不正，你们需要时刻陪在她身边，注意她的身体状况。庭月，你都听到了，为了我的孩子，你可时刻都得陪在我身边。放心吧，我会陪你到孩子出生的。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咱们走吧。看来他是不会回来了。如果楚天月来找我，麻烦把这个交给他。如果夏白薇生了孩子，他没来找你，那烧了。楚庭月，今生不见了。哎呦，我的乖孙子！我大孙子呢？怎么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你快看看，咱们的孙子多可爱啊！季南的生产期应该在他之前，你们该不会给忘了吧？我怎么把季南给忘了？你这个畜生！季南生产期这么重要的日子，你都能给忘了？这能怪庭月吗？白薇马上也生了，我们哪顾得过来呀？还愣着干嘛？赶紧去找季南！庭月，你去哪儿啊？没听见白薇叫你吗？可是季南那边，季南要生，他早生了，你现在去有什么用呢？说不定还埋怨你2句。是啊，我把季南一个人留在那儿，独自生孩子，他心里得多难受。他一个农村来的，什么苦他没吃过呀？他要是有事的话，早就找你了。
现在啊，你最重要的就照顾好白薇，她刚刚大出血，太需要人照顾了啊！庭月，不要走好吗？白薇，我答应你的事儿我都已经做到了，咱们明天就把报告给打了吧。报告？什么报告？白薇，白薇，你还愣着干嘛？赶紧的叫医生去！快呀！医生，医生，在白薇好之前，你哪都不许去，听到没有？白薇，哎，白薇，楚庭玉，你来找季南吗？麻烦把这些东西转交给季南，帮我告诉他一声，白薇产后大出血，我得照顾她，不能跟她复婚了。楚庭玉，看来夏白薇对你来说很重要。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这是季南要我交给你的。季南让你交给我的？你自己看了就知道了。庭月，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妈，你怎么来了？白薇一想看不见你，她就开始哭闹。她现在产后焦虑特别严重，一刻看不见你都不行。赶紧回去吧。你还愣着干什么？她刚给你生了个儿子，你要是照顾不好他，看我怎么收拾你啊！那你把那些转交给季南。庭月，要不是你，我可能都活不下来。白薇，我想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庭月，你什么意思啊？离婚报告已经打好了，我答应你的都做到了。现在你身体好了，我得去找季南了。庭月，庭月！季南，季南，我来接你了。季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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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南。楚教授，你怎么回来了？刘婶，季南去哪儿了？季南？哎呦，他早就搬走了。怎么可能？他能搬去哪儿啊？哎呦，这我哪知道啊？他搬多久了？有7、8个月了。哦，就你上次来的时候啊，他就搬走了。只把没用东西收起来而已。 7、8个月？哎，怎么可能？楚教授，你别激动。她本来啊就是个农村来的野丫头，她就是想借着孩子母凭子贵。她如果一直赖在这儿，对于你们楚家不也是个麻烦吗？你说什么？哎呦，你吼我干什么？我好心提醒你，像她这样的无依无靠的野丫头最坏了。我不在的时候，你就这么欺负她的，对吗？我欺负她？不是你在她怀孕的时候带个小三进门，逼着她离婚的呀？哎，不是你老妈带着文工团的那小三上门，逼着季南不要死缠烂打。要不是你们家不做人，谁敢欺负她？是啊，我怎么没想过，即便是假离婚，又会让她面对什么样的生活？我怎么没想过，她还怀着身孕，让她独自一个人，别人会怎么看待她？我怎么都没想过。我他妈还是个人，人都被你们逼走了，你现在这个样子，装给谁看？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你能告诉我季南去哪儿了吗？都说了，我真的不知道。哎呦，他那个性子啊，多要强呀！既然他要搬走，他
他肯定啊不会那么容易让你知道他去哪儿了。自己不珍惜，现在后悔啊，来不及了。走人！你去哪儿？我找了份工作，需要你签字。实验室。对。楚教授，金南呢？你知道金南在哪儿吗？不知道啊，我也是刚刚调过来。何进呢？何进去哪儿了？何师兄啊，他最近请产假了，应该在家带孩子呢。产假？这小子果然图谋不轨，居然趁我不在的时候想抢走我的妻子和孩子。宝宝乖，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别想抢走我孩子！快把孩子给我！快把孩子还给我！林月，你干什么？把我儿子还给我！什么你儿子？这是我儿子！我早看出来你对金南图谋不轨，没想到你无耻到这种地步。楚庭月，我看你是疯了，这孩子不是你的！你别骗我了，这就是金南的孩子。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要把我妻子和儿子都带回去。老公，这是怎么一回事？楚教授，你为什么抱着我儿子？你儿子？这不是我的孩子。当然不是你的，我老婆怀孕的事你不也知道吗？楚教授，你能不能先把我儿子还给我？这真是你们的孩子？整个实验室我都发了红鸡蛋，你不信可以去实验室问，别在我家发疯。对不起，我刚才太冲动了，我只是太想找到金南了。你告诉我，金南在哪儿？你知道对不对？没事儿，你先带孩子进去。怎么，现在终于想起来找他了？7个多月，哼！我知道这都是我的错。你告诉我，金南在哪儿？你知道对不对？他在哪儿？你不应该知道吗？我知道。我记得他离开前拿过一份文件找你签，上面就有他要去的地方。怎么，你没看见吗？文件。好了，我到底错过了什么？这么重要的事儿，我怎么没在意？你那个时候满脑子只有别的女人，哪里还会在意文件里写了什么？我知道我错了，你告诉我季南在哪儿？楚庭月，季南既然没有跟你说，我也不会越俎代庖，请回吧。不管怎么说，你们好歹也是朋友吧？难道你忍心他独自带着孩子，一个人无依无靠的？楚庭月，你现在想起他一个人带孩子无依无靠了，那你跟他离婚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啊？你让他一个人挺着大肚子说各种流言蜚语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啊？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在这儿装腔作势？是啊，是我把他抛下来独自一个人，不顾他一个人带着孩子挺着大肚子无依无靠的，我现在还有什么资格去找他？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哎，等一下，怎么？你想告诉我金南在哪儿？这些都是你拿来的，还有你们给金南的钱，都拿回去。这孩子呢？你没把孩子给接回来啊？孩子，我会再回来了。是不是那个贱人他不愿意？那可是我们楚家的血脉，他凭什么不同意？我现在找他去。他走了，不会再回来了。走？他能走哪儿去？我知道了，肯定是他想借这个孩子坐地起价。说吧，他要多少钱？他没要钱。什么没要钱？我可是给过他一大笔钱。他就想借这个孩子狠狠地敲我们家一笔。我早就跟你说过，生下来的是贱女人头，他就不配。你说过了没有？我们给他的钱，他一分钱都没有，他就是不想再见我了。算他有点自知之明。现在你们离了婚，他就不会再纠缠你。季南的才是我老婆，啊，季南的才是我老婆。你们已经都离婚了，现在白薇才是你的老婆。赶紧把孩子要回来，你们一家以后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我和白薇已经离婚了，我现在就想去找季南。你说什么？
百威刚刚给你生个大胖小子，你竟然跟他离婚？实话告诉你，那个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那个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你说什么？我跟百威结婚，只是因为念及他的恩情，所以我才会跟金南假离婚，娶了百威。我只是为了方便，给那孩子一个名分。那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不早说呀？是我活该。明明知道自己的妻子怀了身孕，却把她撒气出门。我不配做丈夫，我不配做丈夫，我不配做丈夫。你冷静点，要不你再去找金南好好说说。妈，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原谅自己的男人抛弃了你，去娶别的女人吗？你会原谅他吗？姚楚，你快劝劝庭月。妈，你知道金南去了哪，对不对？你知道金南去了哪，你知道吗？后悔了，这都是你自找的。你快告诉我妈，你知道？现在的你没资格去打扰他。楚，他都已经知道错了。再说了，那个女人一声不响的把我们亲孙子给带走，再怎么说，咱们也得把孩子给接回来呀。啊！我求求你，你告诉我金南他去哪儿？你告诉我他去哪儿？我向你保证，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以后对他好，我向你保证。济南跟肖教授去西北研究基地了。我去找他，我这就去找他。秦月，真的不管我了吗？济南在西北，我要去找他。秦月，我不能离开你，不要走。百威，我之所以帮你，是因为你曾经救过我，在我心中只有济南一个。不对，你是觉得亏欠济南，所以才想去找他的。不是的，济南是我老婆，从她嫁我那天起，我就相信此生我只爱她一个人。我不信，你要是爱他，又怎么会跟他离婚？又怎么会让我嫁给你？你明明对我还是有感情的。我对你的感情只是因为小时候你救过我，仅此而已。我没想到，因为我对你的亏欠，造成对济南的伤害。可孩子才刚满月，你现在跟我离婚，也让别人怎么看我？孩子现在已经在我们楚家名下了，我能帮你的都帮了。现在我要去找济南。就算要走，能不能再陪我吃一顿饭？就当是临别的最后一顿饭。好。楚庭月，等你喝了这碗迷药，跟我有了夫妻之实，到时候你想走也走不了。可以吃了吗？我要赶火车。可以吃了。你最爱喝的鱼汤，汤就算了，我得赶紧去找济南。庭月，这是我为我们做的最后一顿饭，难道你连这点情面都不留给我吗？吃完了，先走了。你在这汤里加了什么？庭月，这是你逼我的，我只是不想你离开我。因为你用这种手段，我就不会离开了。我今天一定要去找济南。好，那你今天就别想走，等你跟我有了夫妻之实，我看你还有什么脸再去找他。就算你用这种手段，我也不可能会喜欢你的。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他了？你很好，只是济南才是我唯一的妻子。松开！你站都站不稳了，又能去哪儿？我已经对不起济南一次了，我绝对不能再对不起他。你让开！
庭月，庭月，你别吓我，你醒醒来，庭月！儿子，庭月，庭月，庭月，到底怎么回事？别问了，赶紧送医院。儿子，你挺住啊！现在送你去医院啊！来。大夫，我儿子怎么样？我们已经给他洗了胃，但他坠楼伤到了脊椎，下半身恐怕是要瘫痪了。啊！你说什么？大夫，你要想想办法。老婆，儿子，你放心，你爸给你请了最好的大夫，一定会治好你的。算了，或许这就是我的报应吧。你来干什么？赶紧给我滚出去！妈，我只是想跟庭月聊两句。你不配叫我妈，我儿子就是被你害成这样的，你给我滚出去！妈，让他跟我聊两句。好了，他自己造的孽，就让他自己承担吧。说吧，想跟我聊什么？你以为你这样，季南就会原谅你吗？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原谅在自己怀孕的时候还带着别的女人回家的男人。不原谅又怎么样？我可以等。季南但凡有一点尊严，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那我就等他一辈子。楚庭月，你的这条命是我救的，我现在只是想要一点依靠，你连这个都不给我吗？我这条命是你救的，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可以把我这条命收回去。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可以把我这条命收回去。楚庭月，难道你对我真的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好，你等着，你一定会后悔。儿子，这个女人把你害成这样，可不能轻易放过她。他救过我的命，而且现在还带着孩子，算了。儿子，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如果季南不回来的话，我打算一直等，直到他回来。成功了！成功了！干什么？我们造出来了！秦月，西北科研基地的陆岩教授近日要带研究团回来做交流，你是我们海州科研基地的负责人，这次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保证完成任务。楚教授，那位应该就是陆教授。妈妈，这就是你的家乡吗？对呀，这就是妈妈的家乡。是季南，他终于回来了。难道那就是我的女儿哎，楚教授，您慢点。？6年了，我终于等到你了。这一次我一定不会再让你离开我。我听肖老师说，海州科研基地那边派人来接我们的，可能是在站外吧。也有可能。那咱们出去吧。走。季南，我在这儿，我来了。楚教授，你没事吧？快喊住他！快喊住他！陆教授，陆教授，哎，这儿。走吧。走。陆教授，这位是楚庭月教授，是专程来接您的。你好，我是西北研究所的代表陆岩，这位是季南，你终于回来了。季南，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楚教授，请你自重。你放开我妈妈，你把她捏痛了。这是我们的孩子吗？我是你爸爸，快叫爸爸！我是你爸爸。楚庭月，你发什么神经？这不是你孩子。我知道，我当初不应该让你一个人生产，可我向你保证，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弥补你和孩子的。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都忘了。你原谅我了，孩子，你听到了吗？妈妈原谅我了，快跟爸爸回去啊！爷爷奶奶都在家等着你呢。楚教授，你可是研究院的骨干，请你注意自己的行为。这是我的妻子和女儿，我要带我的妻儿回去，有什么问题？我们早就离婚了，更何况我马上就要和陆岩结婚了。你说什么？你是我的妻子，没有我的允许，你怎么可以嫁给别人？楚庭月，难道你忘了吗？当初是你亲手把离婚报告交到我手里的。报告我已经打好了。我们现在早就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所以我愿意嫁给谁，与你无关。可当初说好了，我们只是假离婚，等到夏百万跟我离婚之后，我们就复婚啊！真是可笑，为了别的女人逼自己的妻子离婚，居然还有脸说得出这么冠冕堂皇的话！闭嘴！你只不过是个趁虚而入的外人，我可以到组织上举报你。楚教授，请你注意自己说话的态度。我和季南结婚是打过报告的，程序合法合规。倒是你抛下怀孕的妻子去和别的女人结婚，我有什么资格再和季南提复婚啊？我知道，我当初不应该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让你那么难过。可季南，这6年一直在找我，一直在等你，你不能让孩子去认一个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当爹吧？你明知道孩子不是你的，你这么胡搅蛮缠有意思吗？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可这是我楚家的孩子，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对你们母女俩好的。孩子早就流掉了，我们没有孩子。季南，这个孩子看起来已经6、7岁，他肯定是我们的孩子，你不能因为生我的气，你就说这样的假话来骗我呀！看来我当初留给何静的东西根本就没有看过。这是季南要我交给你的。庭月，白薇一想看不见你，他就开始哭闹，赶紧回去吧。那你把那些转交给季南。当初是因为百薇产后大出血，所以我才……也是，夏百薇远远比自己的妻子更重要。是的，季南，我跟夏百薇已经离婚了，我们不会再联系了。楚庭月，你别以为离开了那个女人就能弥补季南这些年所受的委屈，那她在你眼里可太廉价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不必再纠缠了。孩子确实不是你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去找找那个盒子，我把一切的真相都放在里边了。陆教授，陆教授，陆教授，现在怎么办？盒子。楚教授，你来做什么？何教授，你还记得那个盒子吗？就是季南留给我的那个盒子。楚教授，现在才想起来，有点晚些吧？何教授，你能把盒子给我吗？我想知道我当初到底错过了什么。原来他在我们离婚的第2天就把孩子给打掉了，我怎么现在才知道？他离开之前来找过你，是否怀孕，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
对呀，我怎么什么也没看出来？我本来还想等着，能等到他和孩子呢，可没想到何教授竟然一早就把和我所有的联系都斩断了。楚庭月，他如今过得很好，希望你不要再打扰他了。我听说季南回来了，你还不赶紧把他接回来？完了，他要跟别人结婚了。什么？还跟别人结婚？那孩子怎么办？那可是我们楚家的孩子，你赶紧的把孩子要回来。孩子要不回来了？什么就要不回来？那是我们楚家的孩子，凭什么不给？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去。那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在我们离婚的时候就已经把孩子打掉了。你说什么？我听说季南回来确实带着一个孩子，从年龄上看，应该就是你们的孩子。那个死丫头，那肯定是在怄气。她要嫁人就嫁人去，但是孩子我必须抢回来。这是季南的流产报告。季南在跟我离婚的第2天，就自己一个人把孩子打掉。凭什么？这是我们楚家的血脉，他凭什么一声不响的就把孩子给打掉了？还能凭什么？一个女人独自一个人怀着身孕，被自己的丈夫抛弃了，这样的孩子留在世上得遭多少的白眼？还能凭什么？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这都是我造成的，都是我造成的！你冷静点，你这么自责有什么用啊？行了，我听说季南和陆岩的结婚申请还没有正式批下来。如果你真的后悔了，就去好好认个错，兴许他还能回心转意。对啊，他们还没有正式结婚，我还有机会啊！季南会等我的是吧？妈妈，这里有好多我没见过的东西。你要喜欢呀，妈妈给你买，但只买一个哦。这不是季南吗？他怎么回来了？妈妈，我要这个。行，就买这个。走。你好，这怎么卖呀？这个1毛钱。1毛啊？慢走。走。哟，这不是楠姐吗？没想到你居然回来了。妈妈，他是谁？以前一个认识的人。楠姐，这么久不见了，多聊会儿呗。我想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聊的。那可未必。你知不知道庭月这些年一直都在等你？要是让他知道你现在回来了，还带着和别人生的孩子，他会怎么想？不劳你费心，我和楚教授已经见过了。夏薇薇，你究竟要干什么？我说你当初怎么那么果断打掉和庭月的孩子？原来是外面早就有了人。可怜的庭月居然等了你整整6年。我和楚教授早就离婚了，我现在跟谁再结婚都是符合规定的。你这孩子看着和我儿子差不多大吧？要不是你早在外面勾搭上了别人，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孩子？夏薇薇，你不要胡说，这是我在西北领养的孩子。领养的？放着自己的孩子不要去领养一个别人的孩子，你觉得这种话我会信吗？信不信由你。走。要知道，庭月当初可是因为你跟我毫不犹豫的离婚了，而你却转头跟别人生了孩子，你还要不要脸啊？夏白薇，楚教授为什么跟你离婚，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你不要把事情闹得太难看了。再怎么说，我儿子也姓楚，是记录在档案的楚家子孙，不像你未婚先孕。要是有人告你，组织一定会严查。谁要告便去。我记得你的未婚夫好像是西北科研基地的重要骨干吧？就算你没事儿，那他也会受到影响吧？夏白薇，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就是想让庭月知道，只有我才配得上他，而不是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那你想错了，就算没有我，楚教授也不会选择你这个在外边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季南，你少逞口舌！我现在就要去告你，我就是不让你好过。有我在，谁不准欺负季南？庭月，这些年我找了你几十次，你终于肯见我了。夏白薇，离婚的时候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两不相见。可你终究是孩子的父亲，孩子每天都想见到爸爸，我总不能伤了孩子的心。孩子的抚养费我1分钱没少过。至于这个孩子究竟跟我有没有关系，你心知肚明，别让大家难堪。楚教授，请注意你的行为。我只是想跟你聊一聊。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们之间的事到此结束。庭月，你都看到了，季南他根本就不在意你，又何必苦苦等他？我才是那个愿意陪伴你一生的人。夏白薇，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次了，这辈子我只爱季南一个人，你好自为之。你爱他，可他爱你吗？你们两个刚离婚，他就把孩子给打掉了，现在他又带着和别人生的孩子回来，你可能早就被戴绿帽子了。夏百薇，请注意你说话的分寸。我看你分明就是心虚。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承受这样的痛苦，我才是那个真正爱你的人。夏白薇，这些跟你没有关系，就算这孩子真是季南跟别人生的，他也不会影响我对他的感情。难道他的孩子是跟别人生的，你都一点都不在意吗？是的，就算他跟别人生了孩子，我也可以当做是我的孩子抚养。季南，我说的都是真心的，只要你愿意跟我复婚，你做过什么我都不在意。楚庭月，因为你自己很伟大嘛，你别再自我陶醉了。你这样胡搅蛮缠，只会抹消我对你最后仅剩的那点情感。你都对他这么宽容了，他还不领情。庭月，你总该明白，我才是那个真正爱你的人。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再离开就别怪我不客气。楚庭月，他都这么不领情了，你为什么还是这样？那是我的事儿。好，既然如此，我现在就让他身败名裂，我看你还敢不敢要他？来人啊，都来看！就是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居然在有老公的时候，还在外面跟别的男人生孩子。夏白薇，你闹够了没有？就算现在身败名裂，她也是我妻子，跟你没有关系，我是不可能喜欢你的。季南，只要你跟我复婚，我会一直保护你。你有什么流言蜚语，我也会挡在你面前。楚庭月，因为我还是那个没有你什么都做不了的小女孩吗？夏百薇，你尽管喊就是了，可别到时候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就怪不得我了。你少吓唬我！像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就活该被人唾弃。快看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居然还敢威胁我！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我被调查的话，会对楚家有什么影响？你婚内出轨，楚庭月才是受害者，她会受到什么影响？看来你是忘记了，我跟楚家除了是婆媳关系，还有养女关系。没错，我除了是楚教授的前妻，还是楚叔叔的养女。如果我被调查的话，那收养了我10几年的楚家同样逃不开被查。楚家一向遵纪守法，不怕被查，是吗？那你儿子呢？你可别忘了，你儿子现在挂在楚家的户口上，到底是谁经不住查，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做人留一线，别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季南，咱们走着瞧。楚教授，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还不劳您费心了。还请楚教授以后不要再打搅我。季南，别走，我求你了，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弥补你的一切，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放手，楚教授，请你自重。你不原谅我，我是不会放手的。楚教授，这大庭广众之下对我分析拉拉扯扯，恐怕不太好吧？陆言，
这跟你无关，走开！楚教授，这话你就说错了。作为纪南的未婚夫，你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对他拉拉扯扯，怎么能不关我的事儿呢？什么未婚夫？纪南是我妻子。你这个人，你趁着我不在勾引我妻子，我要去上头举报你，举报你这个破坏人家庭的人没出息！楚庭月，你疯了吗？我早就和你离婚了，我愿意给谁结婚那是我的自由。我们是假离婚，而且我承诺过你，我们会复婚的，对不对？楚教授，你当初和纪南离婚是为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我想，如果这件事情闹大了，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吧？我知道，当初是我不对，但我真的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就算你的孩子是个别人，我也不会在意。楚教授，你口口声声说的不在意，可你从头到尾都不相信这个孩子不是纪南的，连自己所爱之人的话都不信，你有什么资格说爱呢？楚教授，我们之间现在只是同事的关系，还请你注意你自己说话的方式，我不想再给我们两家添任何麻烦。我们走。纪南，我是不会放弃的。就是他吧？对，就是他，他就是楚教授那个出轨的前妻。可真不要脸，居然还有脸回来呢！我听说呀，他跟楚教授离婚，就是因为怀了别人的孩子。可不止呢，为了给别人生孩子，他还把楚教授的孩子给打掉了。楚教授居然还为了他苦等了6年，真是不值。就是不值。没想到咱们实验室啊，还有这种不知羞耻的女人呢。纪南，你都听到了？到处都在说，怎么能听不到呢？也不知道是谁在传，我一定要上报组织严查这件事。不用了，让他们说去吧。可这些流言蜚语对你不利啊，要不我去给你解释。清者自清，没必要。纪南，我想跟你聊聊。纪南，我想跟你聊聊。楚教授，我未婚妻跟你没有什么好聊的，请你离开。楚教授，这里是单位，请你注意自己的行为。我就想跟你说两句。你要说什么就说吧。我想单独跟纪南聊几句。我没必要把未婚妻跟你单独聊。陆言，就让他说吧，说完了也能让咱们图个清静。你要说什么就说吧，我还忙着做实验呢。纪南，这些天外面的传言不是我传的，请你一定相信我。我没这么认为，主要是你多虑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夏百薇干的，我这就去找他，让他跟大家解释这一切。没必要，我没有做的事情，为什么要别人替我解释？是，我知道，是我没保护好你。但是你放心，过2天会有一个科学研讨会，据说有一个新晋的科研专家会来，我会在这个交流会上展示我的科研成果。等到专家认可了，我就能晋升为特级研究员了。到时候我们再复婚，你就没必要去弄这些没用的实验了。楚庭月，请收起你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不要以为我离开你之后就无法存活。我不是这个意思，金南，我是想说，等我成了特级研究员，就不用再遭受那些闲言碎语了。我是在保护你。楚庭月，我曾经确实是在你的身后努力的追随你的脚步，但是现在6年已经过去了，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仰望你的小女孩了。我的研究一定不会输给你。金南，你的科研水平我难道还不知道吗？我知道你的科研项目是跟我是一样的，你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在一件你完不成的事上。你只要跟我复婚，我会保证你衣食无忧的。楚庭月，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以为是。行，那等到时候看看我的研究是否真的不如你。我现在是在好声好气的求你，你别再闹，你赶紧给我回去吧。楚教授，这里是实验室，请你考虑这么做的后果。金南，我会给你证明，只有我能保护好你。没事吧，金南？我没事，我只是没想到他会这样的纠缠不清。
毕竟他是从小被捧在手心的天才科学家，也不知道当他知道你就是那个特级专家之后，会有何感想。随他去吧，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夏科研的进步，并不是做给他看的。秦月，你难道就这么不想见到我吗？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楚夏的外国人特征已经越来越明显，我怕早晚有一天会瞒不住，你必须得帮我。答应你的事儿，我都做到了，我不会再帮你了。孩子可是在你楚家的户口上，如果有一天被发现不是亲生的，那么你也会受到牵连。夏白薇，我告诉你，如果你想用这种方式来威胁我，那就错了。大家要知道，孩子不是我的，那只能证明我是个受害者。那季南呢？难道他的名声你也不在意吗？说什么？是你散布那些谣言的。告诉你，季南要是有任何闪失，我绝不会放过你。你先别着急，我这是在帮你。你散播谣言，败坏他的名声，你说是帮我？那是当然，毕竟季南和陆岩马上就要结婚了。等他们正式成为了夫妻关系，你再去找他，可就是破坏婚姻罪，那你这辈子都见不到他了。马上就是科学研究大会了，只要让季南在特级科研专家面前身败名裂，他必定无处可去。届时你再去找他，不就是轻而易举？就凭这些谣言，那些专家怎么会轻信呢？当然不止这些。我已经偷看过他的研究材料，我保证让你的研究压他一头。这样一来，他就没有脸再在研究所待着了。到时候，一个失去名誉和工作的女人，不就只能乖乖回到你身边了？夏白薇，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要钱，一大笔钱，足够我和楚夏在国外生活。你信不信？我可以举报告你。你可以去告。只是那样一来，这辈子都无法再见到季南。好，你要钱是吧？什么时候我就把钱给你。合作愉快。季南，你来了。季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现在答应跟我复合，等会儿我给你留些颜面。楚教授，没想到事到如今，你还是这么的自大。你就这么确定你的研究成果就一定要高于我的？季南，我只是不想让你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人。只要答应你跟我复合，我保证以后的日子我会好好弥补这些年对你的亏欠。我既然已经答应和陆岩结婚了，就不会改变，还请你自重。机会已经给你了，别到时候哭着求我。机会已经给你了，别到时候哭着求我。我总觉得他别有心意。别管了，等交流会结束，我们就回西北。大家安静。今日是海州和西北科研基地的科研交流会，一会儿还会有特级科研团的专家也会为您指导。欢迎诸位的研究员踊跃交流啊，为我大夏的科研添砖加瓦。那接下来哪位同志愿意上台来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呀？教授，他要是第一个上，这后面恐怕就没人敢上了。楚教授可是本市研究所的头号人才，有什么人的科研水平能比得过楚教授？欢迎小楚同志上台来展示。现在我给大家展示我的最新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替代现今火箭燃烧燃料的新型推进器。我们夏国近些年一直致力于航天航空的研究，尤其是2号系列火箭的发射。
让我们夏国直接迈进了航天国家的范畴。但是我们离西方国家的技术还需要一定的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夏国的火箭发射燃料还处于4氧化二氮和偏二甲肼的这种组合。这种材料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具有危害性。我发明的这种最新材料可以完全取代以前的材料。这可是从50年代到现在30多年都没有突破的技术啊！难道说楚教授已经突破成功了？要是能制造出比现在更高效的燃料，势必让我们大夏成为顶级航天大国啊！楚教授，你的意思是你已经研发出了全新的火箭燃料？是的，我已经制取出了液氧和液氢的混合剂，可以完全替代现在的材料。液氢液氧燃料，那不是几年前漂亮国跟大毛国的研究技术吗？楚教授居然能攻破如此难题。自从10几年前大毛国把辅助专家撤退之后，我们大夏的科研人员一直在想办法攻克这个难题，没想到楚教授居然攻克了，真不愧是大夏顶级的科研人才啊！有了液氢液氧燃料剂，不仅能克服原本燃料的有毒性危害，比冲性能更是从之前的230秒提升到311秒，能让我们大夏国的航天事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济南，你看到了吗？只有我才能让你受到如此受人推崇的地位。不愧是我科研的精英啊，楚教授！一会儿国家的专家也会来到这里，一定会对你的科研成果表示大加赞许的。那可不，攻克漂亮国的技术啊，楚教授绝对能进大夏科研部。那都得感谢国家的栽培。确实，他是个人才，要是能一直为大夏科研做贡献就好了。接下来，我想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楚教授，你有什么还想要分享的？大胆说。我今天想在这里郑重的宣布，我将与我的前妻季南教授复婚。济南不就是那个从西北回来的研究员吗？她居然是楚教授的前妻？你不知道吗？就是那个婚内给别人生了孩子的女人。真想不到，楚教授居然要跟这种品德有问题的人复婚。季南，我曾经说过，只要我功成名就了，我一定会再迎娶你。楚教授，季南已经与我订婚，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季南是我前妻，你只不过是个外来客。况且以我现在的成就，只有我才能给她更好的生活。怎么，你还想着季南跟你回到西北的苦寒之地待着？楚教授，我想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早就离婚了，没有半点关系，请你不要再开玩笑。季南，我说的是实话，我能跟你更好的生活。况且以我现在的成就，陆岩他拿什么跟我比？至少他不会在自己妻子怀孕的时候抛下妻子，而选择别的女人。楚教授，这才6年，你难道都忘记了吗？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我这6年我一直在努力，我想要跟你更好的生活，你相信我。楚教授这么优秀的人才，一时糊涂也是情有可原。这个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换作是我，要是有这么优秀的人想要照顾我，我想都不想就跟他在一起了。你别以为获得了一些成就和地位，就能让季南高兴，那你未免太小看季南了。这是我跟季南的事儿，轮不到一个外人插嘴。季南，你相信我，等我成为了特级研究员，我就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绝不会让你受到半点委屈。楚庭月，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我知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研究课题跟我一样吗？可是如今我已经研究出了这种新型的燃料，你就不用再研究了。你跟我在一起是最好的选择。你总是以这么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看低季南，那你又怎么知道季南的研究不如你了？这个技术是全世界所有航天强国都在使用的技术，是世界顶峰。他怎么可能研究出比我更高的技术？季南，你要是再执迷不悟，可能连工作都没有了，你该怎么生活呀？你难道真的以为液氧液氢才是最佳的火箭推进剂吗？其实还有更优的材料。居然有比液氢液氧更先进的材料？怎么可能？
楚教授攻克的可是最高的燃料技术，难道说季南你觉得你的技术已经领先全世界了吗？季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比液氧液氢更好的火箭推进剂，这已经是所有行内强国最顶尖的技术了。你作为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你胡说八道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并没有胡说，楚庭月，我本来是想着在交流会结束之后就把这份材料上交给国家，毕竟我不想你这样的人才在这种重要的场合丢脸。你可真敢说啊！你的水平楚教授还不知道吗？当初你可是连做楚教授助理的资格都没有，又怎么可能研究出最顶尖的技术？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季南在这方面非常有天赋，这点连我都不如。那行啊，那就把你们的研究成果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是啊，拿出来呀！一会儿有特级级的专家来，你别再怄气了。要是专家被惹怒了，会取消你研究员的资格。不需要他取消。如果我研究的燃料不如你的，那我主动离开，以后再也不碰研究材料。大家可都听到了，这可是季南教授亲口所说，可别一会儿耍赖，那可就没意思了。我说到做到。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如果专家带火怪对于你，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楚庭月，请收起你那高高在上的怜悯之心，我已经不需要你施舍的爱护。这就是我所研究的火箭推进器。煤油，那不是随处可见吗？火箭的燃料能用这么简单的材料制成？这个季南果然在胡说八道，我看他就不配待在基地。我早就说了，以他的水平，最多也就能在偏远的西北混混名声，根本就成为不了特级的研究员。季南，你这未免也太儿戏了吧！煤油这种随处可见的燃料，怎么可能制作火箭这种高精度的推进燃料呢？快跟大家道个歉，赶紧下来，不然一会儿这专家来了，你这辈子真的没法做实验了。别着急，还有下一场。众所周知，鉴定火箭燃料剂的最真实的数据是来自于燃料所产生的比重。经过我的检测，煤油燃料的比重最高可达到300秒，现在已经完全的超越了以前的燃料。那又如何？刚刚楚教授的液氢液氧燃料比重可是达到了311，你这什么煤油燃料根本就比不上楚教授的燃料。说的就是，况且你这个液氧煤油的比重最高也就300秒，而人楚教授的液氢液氧都已经达到了311秒，你拿什么跟人家楚教授的燃料比啊？这还比什么呀？他和楚教授的水平简直就是天差地别。小季同志，你的推进剂虽然不是楚教授的，可是的确在性能方面比原本的4氧化二碳添加剂高出不少啊，也不能算是失败的研究，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季南，我知道你这个推进剂的研究不容易，可是在性能上你已经完全输给我了。要不这样，一会儿等专家来了，我好好跟他说两句，他应该是不会责怪你的。哎，那可不行，刚刚可是季南亲口说的，要是他的研究比不上楚教授的，就离开研究所，再也不搞实验。难道大家都忘了吗？我可记得，季教授可别赖账啊！技不如人还说这种大话，自己活该，赶紧滚出基地。季南，你真不该说这种大话。不过你放心，只要你跟我在一起，应该没有人敢说你的不是，你还可以继续做你的研究。谁说我的推进剂就一定不如楚教授的？研究数据都摆在这儿了，你还想赖账？真没想到啊，季南教授原来是这么不知廉耻的人。果然呢，像这种聪明出轨的女的就不可信。看来传言都是真的，这种道德败坏的人就不应该留在基地，赶紧滚！虽然我的推进剂的比重确实比楚教授的略低，但是成本却远远的低于楚教授的推进剂。这样一来，
就可以大大的减少实验的消耗，提高研究的效率。季南，你别再垂死挣扎了。就算你的推进剂成本更低，那又怎么样？还是无法改变你的研究数据比不上楚教授的事实。夏百威同志，身为科研人员，你不会不知道大夏每年的科研经费有多重要吧？怎么敢说出成本低没有用这种话？就算季南的研究更能节约成本，那又能节约多少呢？我看你们分明就是在狡辩。陆言，我来说吧。大夏每年用于航天科研的经费大概是在40亿左右，而燃料的成本大概是在10%，也就是4亿。我和楚教授共同用到的液氧的成本价大概是在2000元左右一吨，但是液氢的成本价却达到了10万元一吨，然而煤油的成本价却不到5000元一吨。按照每年研究和使用推进剂最低标准200吨来计算的话，我所研究的推进剂只需要140万元的成本，远低于楚教授2040万元。你也说了，大夏每年的燃料经费是4个亿，这2000多万根本就是九牛一毛，算不上什么。夏百威同志，枉你身为科研人员，这么简单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推进剂的燃料成本占比本身就不高，真正高的是运输和储存。像液氢这种燃料，就必须储存在零下253度的超低温环境下，而这种超低温设备每一年光维护和使用的成本就超过1个亿，外加液氢这种燃料本身就属于超高易燃易爆品，在运输过程中必须使用极度坚固的设备。整体算下来，季南所研发的液氧煤油推进剂，每一年相比于楚教授所研发的液氢液氧推进剂，整整省下了2个亿。你敢说这是一笔小数目？2个亿，节省2个亿的成本，那就是研发经费的1半呐。如果是这样的话，相差10几秒的比冲数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危险系数也大大降低了。这样看来，确实是季教授的推进剂更具有实用价值。季南，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这里有一份详细的研究数据。大夏国经济现在还处于发展阶段，远不如西方那些发达国家高昂的费用。实用省钱才是我大夏现在目前的发展战略方针。没错呀，虽然楚教授的推进剂比生物更高，从长远发展来看，季教授所研发的推进剂显然更符合大夏现如今的发展策略。大夏科研部的专家也会认可季教授所研发的推进剂。我苦苦攻克的6年的难题，竟然被随书所借的煤油给攻破了，这怎么会？楚教授能攻破西方最高的燃料垄断技术，已经是难能可贵。但是我们大夏有自己的发展策略，所以之后我们不必再跟在别的国家身后了。看来我这辈子都没办法折合济南了。等一下，我现在严重怀疑季南教授偷取了公司特级科研部的机密文件。夏百威，说话要讲证据，你这样平白无故的诬陷别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手里的这份报告就是即将要到来的特级专家所研究的项目，里面的内容正好就是季南所谓的液氧煤油推进剂的数据，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季南这份文件是偷的。我就说他一个西北偏远地区回来的研究员，怎么可能研发出如此高端的火箭推进剂？盗取国家机密文件，这算是间谍罪了，必须严惩。济南，盗取国家机密是重罪，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儿？你从来都不相信我。季南，你什么水平我们大家都清楚，要不是你偷了国家的机密文件，又怎么可能研发得出比楚教授还高端的火箭推进剂？既然这是国家机密文件，那请问夏小姐，你又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份国家机密文件呢？对呀，他又是从哪得到这份机密文件的？我是负责基地资料汇总的，这份文件是昨天那位专家用密电传来的，我想大概是打算今天向大家公布的，没想到却被你这个卑鄙小人给偷走了。
我劝你最好还是把实情给交代清楚，争取个宽大处理。济南同志，希望您把这一切解释清楚。我不需要解释，因为这个确实就是那位特级专家所研发的。还真是那位专家的研发成果。那这个济南的研发成果还真是偷来的？还真是个不要脸的女人，居然盗取客级专家的研究成果，必须要严惩。你还是识趣的，只不过盗取国家机密罪可没那么容易脱罪。我愿意用我的研究成果去换取对济南的宽大处理。楚教授，你可要慎重啊！偷取国家机密罪非同小可，你是我们基地最重要的人才，可不能因为这件事毁了你自己的前程啊！济南是我的前妻，我相信她不是有意去盗取国家机密的。只要能对她宽大处理，我愿意用我的一生去弥补。只要到时候你用你自己的名誉力保济南，我就不信他不会感动。到时候他就只能乖乖回到你身边了。济南，事到如今，也只有我能保住你了，你只能回到我的身边。这真是个神奇的男人呢。这个济南要是知点好歹，就应该马上跟楚教授复合。这个研究成果是特级专家的，可是并不是我偷的。不是你偷的？难道是那位专家送给你的？济南，你快承认吧，我向你保证，你不会受到太严重的处分的。也不是那位专家送给我的，因为你们所说的那位专家就是我。你说那位特级专家就是你？济南，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位专家可是我们大夏顶级的科研人员，你一个西北基地来的科研人员，又凭什么说自己是特级专家？济南，你别再胡说了，你赶快承认吧，要不然等那位专家来了，他知道你盗取了他的资料，那就晚了。我说的都是真的，陆岩可以证明。没错，我可以证明，济南就是大夏派来参加这次交流会的特级专家。你让他证明，在座的各位谁不知道你们的关系？我看你们两个是一起去盗取的国家机密吧？你们两个狼狈为奸，就应该一起抓进去。济南，是不是陆岩让你做的？你太傻了，他都是在骗你。相信我，你赶快承认啊！以我的身份，我保证你不会有事的。楚廷尉，请你不要拿出你那副高姿态来假惺惺的。你从头到尾都没有相信过我，你只是把我当成你的附属品。现在我已经成长了，不需要你的怜悯了。济南，我是真的爱你，我不希望你有事儿。这样，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陆岩，只要能指出他是主谋，你就不会有太大的罪责的。你还真是自以为是到无可救药，我不需要你所谓的保护。这就是我的工作证，我可以自证，我就是大夏的特级专家。啊，他是专家啊！高主任，这是我的工作证，足以证明我的身份了吧？夏百威，你干什么？济南，我没想到你现在胆子居然这么大，不仅敢盗取国家机密文件，现在居然连特级专家的工作证都敢伪造。什么？你说他的工作证是假的？那是当然，要知道济南可是6年前就去了西北基地工作，只是前几日才回来。一个连国都没有出过的女人，又怎么会突然之间成为了我们大夏顶级的科研人员？正是如此，大夏科研部远在国都，一个西北的研究员怎么可能成为大夏科研部的专家呢？他竟然敢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简直是罪上加罪，就应该立刻把他抓起来。济南就是大夏指派在西北基地的特级科研专家，他不需要在国都工作的。陆教授，事到如今了，你居然还在包庇他，看来我说的没错，你们两个就是早早的就绑定在一起了。济南，你别再执迷不悟了，你赶快承认吧，要不然等专家来了就晚了。我就是那位特级专家，我为什么要承认错误？你口口声声说你是特级专家，可是现在除了你和陆岩，还有谁能证明？
我可以证明。我可以证明，济南就是大夏委派在西北的特级科研专家。这位不是肖教授吗？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是啊，之前一直在西北工作，好像还是这个济南的老师。他都来了，难道济南真的是特级科研专家？肖老师，您怎么来了？我听说你回来了，所以就特地过来看看你。可是没想到就遇到这么个事，你受委屈了。肖教授，济南真的是大夏科研部的专家吗？说的没错，济南在西北的时候就已经研发出了液氧煤油推进剂的雏形，早就被授予了特级科研专家的职位，只是为了需要留在西北进一步试验，才没有去国都任职。济南，你难道真的是大夏特级科研专家？肖老师都来了，你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夏白薇，你撕毁国家级工作人员工作证，属于毁坏国家机关证件罪，该负法律责任。就算肖老师来了又能怎么样？肖老师早就已经退休，不在研究所任职了。我看说不定是和你一样，跟济南串通好了来骗我。夏白薇，肖教授好歹也是大夏第一代科研人员，难道他说的话也有假不成？那可说不准，谁都知道肖教授可是济南的老师，没准儿就是有意来包庇济南的。夏白薇，你诬陷我可以，可是肖老师好歹也是科研前辈，你怎么能怀疑他呢？哼，你这个狐狸精手段多得很，这么多男人都拜倒在你的16裙下，说不定你跟这个肖教授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肖老师，夏白薇，你不要太过分，侮辱大夏功勋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是你盗取了国家的机密文件，还冒充科技人员，应该负法律责任的应该是你，就应该把你们这些国家的败类统统抓起来。好了好了，毕竟肖教授也是我大夏的功勋啊，我们也不能随意冤枉功勋。可夏同志说的也没错啊，光凭肖教授所说的空口无凭啊，也不能证明济南同志就是大夏科研部的专家呀。对了，可以打电话给大夏科研中心那边核对，他们一定有济南的资料。都死到临头了，居然还不认输？不就是打个电话而已，等大夏科研中心那边核对完，你们就知道济南没有撒谎了。喂，我是海州科研基地的主任，我想跟你们那边咨询一个人，请问大夏科研部有位叫做济南的专家吗？好的，谢谢。我刚刚已经确认过了，大夏科研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们那边没有一个叫济南的专家。怎么可能？高主任，你没有弄错吧？大夏科研中心怎么会没有济南的资料呢？我刚刚已经确认过了，大夏科研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们那边确实没有一个叫济南的人。可现如今，大夏科研部的林部长就在海州啊，他一会儿也会到我们交流会来学习观摩呀。刚才你们那么信誓旦旦，我还以为是真的呢，没想到只不过是装腔作势而已。科研中心已经确认过了，没有济南这个人，我看你们还怎么狡辩？哦，我想起来了，因为济南是远程授时的，大夏科研部肯定不认识济南。不过没事，林部长到了，他能够证明济南的身份。一会儿要到的可是大夏科研部的领导，等他到了，你们只会死得更惨。济南，你真是太糊涂了，你还拉肖教授下水，这事要是让林部长知道了，我都保不了你。我说过，我不需要你保护。林部长来了，正好可以证明我的身份。你这个女人还真是够冥顽不灵的，楚教授，亏你还这么爱他，我真是替你感到不值。济南，我是真心希望能再和你在一起的，可没想到你这么顽固不化。要是林部长来了，你别怪我不帮你。我不需要你帮。大家可都把门窗给看好了，千万不要让这3个危害大夏利益的罪犯给跑了。是谁要损害大夏利益？林部长，欢迎大家光临。
刚才是谁说要损害国家利益了？林部长，就是这个女人，她偷取国家重点机密文件，要不是我们及时发现，很有可能对大夏的科研发展造成重大影响。是你偷的？不只是她，还有另外2个人。身为科研人员，居然包庇这个女人一起欺骗大家，也应该以同伙罪论处。夏百薇，你连我们的罪名都已经想好了呀？季南，你居然还笑！林部长，这个就是季南偷取国家机密文件的证据，你应该严惩。季教授，这都是怎么回事啊？我本来是想着在这次交流会上公布我最新的研究结果，可是没想到他们却不信这些都是我的研究所得。林部长都在这儿了，你居然还不承认？林部长，他不仅偷取国家的机密文件，而且还谎称自己是大夏科研人员。要知道，冒充科研人员应当重处，您可一定不能放过他。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自己冒充自己的。季教授，这都怎么回事啊？林部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正式介绍一下，季南季教授就是我们大夏科研中心这次派来海州参加科研大会的特级科研专家，而我这次专程为他而来的。您是说季南真的是大夏的特级科研专家？季教授是我亲自提拔上来的科研人才，我怎么可能弄错？不过他一直在西北分公司工作，所以我们很少见面。这次听他来到海州，我专程而来的。怎么可能？刚刚高主任可是跟大夏科研中心确认过的，没有季南这个人。季南同志不在国都工作，所以他的名字挂在西北分公司名下，这是大夏的规矩。难道你们连这些都不知道吗？这么说，季南真的是大夏的科研人员？那刚刚的火箭推进剂，那个火箭推进剂就是季南教授亲自研发和实验的。我正准备带他去参加世界科研大会，在大会上让他代表我们大夏展示这个科研成果。真是可笑啊！这么优秀的科学家，却在海州被你们这些大夏的同胞污蔑成偷窃国家机密的贼。原来你真是那个特级科研专家，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是季南没告诉你吗？是你从头到尾就没把季南当做一回事，你怎么有脸说出这样的话呢？不是的，季南，你听我说，我只是太想你回到我身边，你相信我，我只爱你一个人。楚庭月，从你选择和我离婚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感情就到此为止了。如果你再纠缠，就别怪我把你告到组织上。你这个女人还真够不要脸的。就算你是大夏顶级的科研人员，那又怎么样？也无法改变你是一个婚内出轨、品行低贱的贱人。像这种人根本无法代表我们大夏的科研颜面，大家说对不对？夏百薇，你不要胡说八道。我胡说？在座的谁不知道？6年前楚庭月和季南离了婚之后，现在又带着一个5、6岁大的孩子回来。你说，要不是他婚内出轨了别人，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孩子？夏百薇，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这个孩子是我在西北领养的，并不是我亲生的。季南，你敢做不敢认啊！当初你可是怀着楚庭月的孩子，试问有哪个母亲能打掉自己的亲生骨肉，去领养一个和自己无亲无故的孩子？自己的孩子不要去领养别人的，这不是神经病吗？我看他早就找好下家了，这才把楚教授的孩子给打掉的。楚教授真是太可怜了。楚教授，当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你最清楚，你难道什么都不想说吗？看来无论如何，你都不会回到我身边了。那我只能亲手将你毁掉，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跟别人结婚。季南，当初是我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没有照顾好你，我很抱歉。可是我也没想到，你竟然打掉了我们的孩子，还跟别人生了孩子。所以根本就是季南婚内出轨，还在外面跟别人生了一个野杂种。像这种人又怎么配我们大夏科研的代表？就算在研发领域有所成就又怎样？要是让外国人知道我们大夏科研部出了如此品行低劣的人，只会给让大夏蒙羞。
说的就是他这种人就不配待在大夏实验部。就是配啊，这就不配。林部长，你也听到了，这可是各位同志的意思。我也相信您不会因为他对科研有所帮助，就包庇他那低劣的行为吧？季教授，这件事儿你想要怎么处理？夏百薇，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最近的这些谣言都是你散布出去的。原本我念在你有孩子的份上，不想把这件事情闹得太大，可是为了孩子的声誉，我必须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你可知道我带来的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吗？哼，我哪知道你这是和外面哪个野男人生的杂种？这个孩子是西北科研基地2个研究员的遗孤，他的父母都是为了研究而牺牲的，是大夏的英雄。你可知你公然的诋毁英雄的遗孤是什么后果吗？英雄遗孤？那孩子怎么又成了英雄遗孤？我看啊，就是季南为了狡辩，在这胡说八道呢。什么英雄遗孤？林部长，季南婚内出轨，还公然诋毁英雄遗孤，这样的女人绝对不能留。林部长，还希望您为我证明。我能证明季南同志领养的女儿是大夏英雄遗孤，这是他的领养证，这是英雄遗孤的证书。真的假的？季南的孩子真是英雄遗孤啊！林部长都亲自证明了，难道还能有假？看来是我们错怪季南了。当年孩子父母牺牲，季教授看到孩子孤苦伶仃，所以领养了他。到如今被你们说成季南婚外生子，是何居心？那这么说，他孩子真是你收养的？难道你认为林部长也是被我收买的吗？不是，我是想说，英雄遗孤，在西北，你一定过得很辛苦吧？季南，我可以跟你一起抚养啊，我给他们更好的生活。楚廷岳，刚才您和夏白薇一起指认季南的是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季南，我只是一时糊涂，就算这孩子真的是你的，我也不在意，我只想让你回到我身边。够了，楚廷岳，当初你抛下怀孕的季南，去允许怀了别人孩子的夏白薇，你有什么资格再让季南回到你身边啊？陆教授的意思是，楚教授的儿子不是他的？不会吧？楚教授那时候可是信誓旦旦的宣布他自己生了儿子，还请全实验室的人都吃了红鸡蛋呢。你们不要胡说，我的孩子就是楚廷岳的孩子，这点楚廷岳可以证明。楚廷岳，别忘了，如果你承认孩子不是你的话，你也会受到调查，那样你们家就完了。不，楚夏是我的亲生儿子。是吗？带进来，带进来。你们干什么？季南，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动什么动我的儿子？季南，你有什么气你冲我？这小孩子是无辜的，不关季教授的事儿，孩子是我带上来的。林部长，你什么意思啊？楚廷岳，你一直被利用至今，却还什么都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大家请仔细看这个孩子的容貌，感觉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啊？这是西方人的相貌呀。确切的来说是个混血儿，这是夏白薇和西方人生的孩子吧？不是楚教授的啊。季南，你这个贱人，就因为当初我抢走了你的丈夫，所以你才要这么害我。孩子就是最好的证明。你当初出国怀上了一个西方人的孩子，回国之后，你对楚廷岳有救命之恩为要求，让他跟我离婚，然后娶你，好名正言顺，让你的孩子进入楚家，成为楚家的子孙。原来是这样，未婚先孕，这是要受处分的。还是和外国人生的，这罪名更严重了。季南，你不是答应过我不把这件事说出来的吗？楚廷岳，你说你只是一时糊涂，我看你是一直糊涂。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年他夏百薇和那个外国人一直都有联系吗？夏白薇，你不是说那个外国人知道你有孩子之后就消失了吗？你不要听他胡说，他就是故意这么说的。夏百薇，这里是你和西方人的全部通信记录，我们都已经截获了，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不是，我没有。夏白薇，你到底还瞒着我什么？其实夏白薇根本就没有和那个西方人断开联系，而那个西方人就是西方派来我国的间谍。不是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他知道如今你是大夏科研的精英，所以他利用孩子接近，利用你的关系留在你身边工作，也是为了方便跟那个西方人传递消息。其实夏百薇也一直都是那个西方人所安排的间谍，你被利用了。夏白薇是间谍？楚教授这是引狼入室啊！不是的，就凭几封信件，你们就说我是间谍，这分明就是济南在诬陷我。那个西方人在边境已经被抓获了，西方人把一切都交代了，你一直靠着职务之便把大夏的信息传出去。幸好你能力不行，没有进入到核心部门，所以没让大夏有更大的损失。不，我没有。夏百薇，你有没有想过，我今天明明是要出席这次交流会的，却把我的资料密电留在了实验室。你是故意的。这份资料是我秘密研究的，我想在你看到这封全新的报告时，一定会想方设法把它传递给那个西方人。没错，就在昨天下午，我方通讯部查获了一封你发往境外的邮件，而那封邮件的内容就是我的这份报告。都是那个西方人逼我的，你们不能只相信他的一面之词啊！夏薇薇，你难道还没想起来我女儿是谁吗？没错，季月的亲生父母就是你和那个西方人在边境见面的时候被发现而被灭口的西北科研人员。不过你还不知道啊，他们已经偷偷拍下你们的照片。夏百薇，如果不是靠你引出那个西方人，我们早就把你这个卖国贼间谍抓捕了。立刻给我拿下！不，我不是间谍，庭月，你救救我，我好歹也救回你一命。妈妈，你们不要碰我妈妈。楚家，他起码是你们楚家的子孙，你就看在他的份上，你救救我，求你了！你把和间谍的孩子送入楚家，楚家肯定逃不了干系，你还好意思提楚家？夏百薇，都是因为你，我才失去了济南。你现在还要连累我们整个楚家，你这种通敌叛国的贱人，你就应该被枪毙！楚庭月，你装什么深情？你要是真的爱他，你又为什么会答应我跟他离婚？你就是一个伪君子！带走！楚教授，关于夏白薇这6年的一切活动，你要配合我们调查。哼！济南，去哪儿啊？别走！楚教授，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明天就要回西北了，我们以后不会再见了。真的就回去了？该办的事情都已经办完了，我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妈妈，我们快回去吧，我还等着看你和陆叔叔结婚呢。你这么小就知道什么是结婚啊？走吧。济南，走吧。济南，陆教授，能让我和济南单独聊2句吗？月月，叔叔带你去车上买冰棍好不好？好。你最近怎么样？组织上确认确实不是我做的，所以没有太严重的处理。但是毕竟是因为我，夏百薇才有机可乘。我父亲已经从厂长降为了普通的职工，
而我明天要去西南基地接受改造了。以你的能力，我相信只要认真改造，还是可以继续为大夏的科研做出贡献的。火车要开了，我得走了。济南，你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事到如今了，说这些还有用吗？好吧，确实，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不过，祝你好运，子婿今年不负再见。不负再见。